敌為螻蟻臨風，違規使用萬法複刻系統，惡意重塑天道，觸犯系統局判決，收回位面控制權，從死亡天地抹殺。放屁！系統是你們給的，實力是我用系統一步步獲得的，憑什麼算我違規？膽敢狡辯！小心！不要過來！丁，萬法複刻系統激活，檢測到萬界主腦自動開啟對接。他在抽取你的位面控制權限。雨峰，你没事吧？想要抽取我体内的位面控制权。做梦！给我睡！给我睡！真该死！嘿，又是个从敌伪养猪场爬出来的垃圾，身上居然连一絲一毫的灵力波動都沒有，純凡人一個。沒有開掛也毫無靈力的廢物，誰給你的狗膽，竟敢擋在本少爺的戰車面前？賭局系統開盤，要下注的各位抓緊了！我壓了，我賭他連3秒都撐不過去。我直接拉滿20萬氣運點，賭他撐不過2秒。今天高維主腦大放水，這破天的富貴，活該我接着！我的退婚流逆襲系統都給出勝率100%的判定了，這底層垃圾要是能活下來，我立刻把虛擬面板生吞下去！王少爺，加把勁兒啊！一腳把這沒掛的廢物踩成爛泥，兄弟們等分田呢！給本少爺去死吧！這才是屬於我的力量！你這副靠着外掛亂飛、不可一世的嘴臉，還真是讓我懷念啊！死到臨頭還敢嘴硬！系統，給我兌換9天生火，活活燒死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廢物！雨峰，別跟他硬碰硬，我用高維感知力看穿了，高維系統投放的任務指令有漏洞，他的金手指是定時發放，必須在特定節點閉環的，只要在結算前破壞他的簽到動作，系統就會判定失敗。定時發放，意思就是只要物理拔掉他的網線，他就成了廢物一個。没掛的廢物，你怎麼可能躲得過高維鎖定的？給我去死！你的網線，我拔定了。
玩外掛是嗎？給老子下網！我的20万气运全沒了，系統主板都短路燒壞了，這不科學，這絕對是外掛！我的系統直接死機陷入黑屏了，純物理的拳頭怎麼可能產生把高維對賭系統重來的數據溢出？救命！對賭反噬了，我的神豪消費系統被強行構成負重資產了，它到底是個什麼怪物？系統，救我！我的手！签到失敗，觸發重度反噬懲罰，剝奪頂級神器，扣除100年壽元。不好！王腾暴击的系統後台觸發了高維主控警報。高維大能被驚動了，快走！万界試煉城通缉公告：3名目標已鎖定，李清歌、林宇峰、蘇靜。這可是1000萬氣運吶！只要撕碎了這個凡人，我剛才輸掉的所有家產就能100倍拿回來。林宇峰，我動用了背後家族的所有人脈。集結了底層上百名神豪，赘婿修煉系統的開掛宿主。今天在這帝王之下，你插翅難逃。宇峰，這幫開掛狗被懸賞逼瘋了，數量太多。我們根本沒有退路，一個一個找過去拔線太麻煩。既然你們主動抱團，那今天這高維屠宰場的底層，就做你們這群開掛狗的亂葬崗！
可能！自动因果锁定程序竟然失效了！雨峰，正东方向3个身位。那名神号系统宿主的额定防御塔件在冷却更新。抓到你了！别过来！系统，快给我无敌盾！来不及了，给我下网！他根本没有能量数据，我们连他的一角都碰不到！千万祈愿老子他不要了，放我回去！跑？你们以为能跑去哪儿？猪脑的任务完不成，所有人都要被抹杀！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不管是低维的走狗，还是高维的畜生，你们这些靠掠夺过活的无耻人渣，连吃人的动作都一模一样。本少爷现在就是这底层的法则天道，给我下地狱去吧！雨峰，这家伙已经彻底丧失理智了，这形态撑不了太久，但我们必须扛过这一波。去死！统统给我去死！
在几丈高的龜殼裡砸我砸得挺爽啊！有种冲這兒來！终于露出破绽了！底层臭虫就是底层臭虫，我要让你连魂带骨，灰飞烟灭！丁判定宿主自愿燃尽全部宿主契约，禁忌必杀，万界陨星格式化仪核准開啟。老子故意卖破绽，等的就是你烧光气运，显出核心。静儿，景哥，跟紧了，我今天就带你们把高维神殿的网线拽断。玉凤，我们来了！走！彻底高烧化是连高维存在过的数据特征都会被抹去的，这个没有系統的凡人必死無疑了。去死吧！給我徹底化作虛無吧！靜兒！生命禁咒，永恆鎖血，開！我的系統主板，停下！快給我停下！玩外挂，给我下网！
走。他強行催动永恒花禁咒，陷入深度昏迷了。快点，主脑监控程序会在3分钟内接管这里。帮你处理。忍一下。我没事，你只管弄。能走吗？能。这条甬洞通向底层废墟集市，试炼城最乱的灰色地带，主脑监控密度最低。他的永恒之花釋放過度，在自我休眠重組，預計要1天時間。這期間他經不起任何劇烈顛簸。這裡你最熟，帶路吧。你抱了一路了，胳膊還撐得住？撐不住也得撐。走。你之前當高危傀儡時，對噬魂殿以及青羽宗了解多少？你應該已經知道了，青羽宗血脈黑市只是一個屠宰場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你以為你打掉的是噬魂殿，你打掉的只是一個分區。什麼意思？昊天那種級別的代理人，在主腦系統裡統一編號叫位面推廣員。噬魂殿主是區域負責人，主腦在3000位面設置了無數個這樣的種豬養殖場，每個廠子配一個負責人，下面管着幾十個員工。所以，我殺的噬魂殿主從頭到尾都是替主腦打工的。對，你打掉只損失一個一條業務線的流水。現在我們站在萬界試煉城，等於闖進了主腦的總倉庫。收旧面板核心，3塊下品灵石1斤，碎了也收。集市深處有一間不掛牌的黑市舊書店，店主是被系統剝離後苟活的前高維數據記錄員，他手裡應該還存着主腦投放系統的原始收割記錄。他能信？不需要信，做交易就行。今晚不收廢鐵，滾！廢鐵不收，主板收不收？進來，快！是總台傀儡線裡掙脫出來的那個，檔案編號0907，3次任務調度記錄都在我店裡過手。你記性不錯。哼，零數據特徵，毫無靈力活動的肉體凡胎，你就是最近底層瘋傳的那個徒手撕面板的惡鬼。我叫林宇峰，我要看主機投放系統的原始收割記錄副本。你拿什麼話？一塊系統主板碎片，物理切割，不帶任何數據殘留。物理斷裂，零數據干預下的純物理撕裂。對。記錄副本歸你了。
300年的投放記錄都在裡面。靈氣復甦的時間點，噬魂殿建立的前置條件，總圖血池熔爐的開啟日期，都是寫好的代碼。血池熔爐，雨峰，別去！我哪兒也不去，我就在這兒。找到了。原来如此，低维大陆的灵气复苏是主脑设定好的程序启动，噬魂殿的血脉祭祀周期精确卡在每100年1次的产出評估窗口里。我父母被献祭，阿宁姐被投入拍卖场，全都在主脑的定点出栏收购表里排着号。PW0903 这个編號，你們記錄員手裡是不是還留着代理商節點的物理坐標備份？沒錯，這段是主腦系統在投放噬魂殿代理商之前的原始備案。禁止一欄寫的是區域級系統代理商，不是獨立組織，是主腦網絡中的一個節點。噬魂殿主，他是主腦的員工，比員工更底層。員工有合同，有知情權。噬魂殿主的備案狀態寫的是次級執行終端。他只知道自己被授予了掠奪血脈的權利，不知道這些權利是誰給的，也不知道給這些權利的人想要什麼。次級執行終端，說得真好聽。噬魂殿主到死都以為自己是天道，其實他不過是主腦在低維社的一個收血站站長，連總部的門往哪兒開都不知道。此等神物配你這個廢物！哈哈哈哈！簡直是暴殄天物！昊天當時笑得很開心，我一直以為那是他個人的貪婪，搶別人的血脈當成自己的天賦，站在台上受萬人敬仰。現在我明白了，他連自己為什麼想搶血脈都不知道。你恨他嗎？以前恨，但現在只覺得他可憐。一個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的提線木偶，不值得我再浪費時間去記恨。收割窗口期，主腦在每個位面投放系統之後，會設定一段固定的運行週期。時間到了，系統自動執行終點收割實力，把位面的全部殘餘天道碎片壓縮上傳。窗口關閉之後，位面會進入格式重置預備狀態。格式重置是什麼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位面的所有生命、土地、靈氣、歷史全部清空歸零，重新開始。主腦在一個格式重置過的位場上投放新的系統，就像在剛犁過的地裡種新種子。你重塑天道，等於在主腦的收割窗口上切了一刀。窗口提前關閉了，格式重置沒有發生。你的位面是3000個養屍場裡唯一一個逃過了清卷的漏網之魚。你不是在擋一個系統的運行，你是在擋它整條生產線的標準流程。那我們就卡在所有收割窗口開放的前一頁，把每一個系統互助變成主腦網絡上的斷裂節點。一個節點斷，整張網震動；節點斷的夠多，網就塌了。你還能從這堆廢料裡撥出更多東西嗎？比如那個贅婿逆襲系統的底層契約鎖結構。可以，給我一盞茶的時間。你撥出來的結構夠不夠讓我們進賭場之後精準拆掉契約鎖？我可以自己走一段。好，你慢點，我扶着你。還好嗎？不然還是我抱着你吧。沒關係，我適應一下就好了。
西側街道有一處數據信號明顯比其他區域嘈雜，頻率偏底層協議。什麼類型的信號？消費類系統，應該是神豪消費系統的宿主在附近活動。瞧你這蠢樣，撒了一地的破爛，真傷着本少爺你賠得起嗎？神豪消費系統底層數據有一個3秒的刷新真空期，它在花虛擬財富的時候，面板的那一瞬間離線狀態沒有防禦鎖定。3秒，夠不夠把它面板主板的散熱孔卡死？如果插進散熱縫隙的位置精準，足夠造成一次物理短路。你带静儿撤到東邊舊水塔等我。你一個人去？放心，3秒的事。天亮之前，不來我就去找你。来人！我的系统和面板！成了。天亮之前，整个公開區都會傳開系統面板無辜碎裂的消息。主腦那裡不會追查？追查需要時間，主腦最後只會把事件定性為宿主操作違規導致自爆。剛才我感應到了一段深層協議殘響，跟在舊書店面板上看到的贅婿逆襲系統底層代碼完全吻合。走，趁着天還沒完全亮，先去附近蹲守。聽說了沒？昨晚西街那個姓周的神豪，面板半夜自己炸了，氣運清零。主腦給的定性是宿主操作違規導致自爆。操作違規？我怎麼聽說是被什麼東西物理拆掉的？別瞎說，物理拆系統面板是主腦核心協議下面封死的高維禁忌。主腦給自爆定性了，網絡日記沒有異常報警。公開區同時運行的宿主面板超過120塊。昨晚那起事件已被早市的數據流量淹沒，釣魚模式有效。今晚再幹一次？可以。我剛才感應到另一段底層協力殘響，西街南鋪有一間賭場，幕後的系統張富貴修的是贅婿逆襲流，但要在午夜網絡日誌歸檔之前，歸檔後監控程序會重新掃描歷史記錄。上来。对不起，我拖累你們了。說什麼拖累不拖累？沒有你的縮血綠光，我已經被格式化了10次。你也不用對我覺得抱歉，心裡真要是過意不去，就等你恢復了再好好幫我們。走吧。張富貴的主控面板上有一道集體契約鎖，30個綁定者的自願協議構成一個認證網絡。他的逆襲點數必須依賴所有綁定者持續確認，自願才能生成。也就是說，只要讓契約綁定的凡人完全失去自願意志，這個系統就會反向崩潰。對，青哥，你繞到賭場側翼去，我需要知道大廳裡有哪些是已經出場幹活的綁定者，越多細節越好。向薰兒，你進後院倉庫，不用喚醒所有人，只要讓其中一個人的意志產生一次非自願的波動。藥草蒸汽就能削弱幻覺黏附力，同步結束後有大約1炷香的空裝期，足夠我進去再出來。你摸完地形之後，在賭場側翼2層通風口外側等我。我這裡從正面進，你從2層切通訊端口，2個方向同時動手。正面和面板歸你，2層通訊端口歸我。好了，你去吧。
後院倉庫關了15個契約受害者，狀態比大廳裡那些更差。張富貴每天天亮前給所有人同步一次鼓勵信號，維持他們的自願幻覺。同步期間面板高負載，感知靈敏度下降。同步信号怎麼傳的？項圈直連還是面板廣播？面板會覆蓋整棟賭場，只要在同步期間讓一個綁定者產生清醒波動，廣播就會被干擾。知道了，分頭行動。系統綁定認證，沒面板不讓進。聽街上的兄弟說，張老闆門檻低，凡人也能搏一把，輸了就簽契約幹3年活。我什麼都沒有，就這一條爛命，還真是一個系統都沒掛過的純凡人。既然你這麼想要一個翻身的機會，那本少爺給你，簽了，簽完籌碼就是你的。贏了氣運分成3期，輸了留在這兒幹3年活，公平吧？3年換翻身，你還有什麼好挑的？不簽門在那邊，簽了，本少爺立刻讓你上桌。怎麼回事？這系統怎麼？你是什麼東西？来人，把他給我抓起來！你的逆襲靠吸別人的命來對，你以為自己是贏家？你連自己輸在哪裡都不知道。还有权限，只要重启，只要让我重启！重启？你的网线都断了，拿什麼重啟？你的逆襲，從頭到尾都是主腦寫好的詐騙劇本。你吸的每一個人的命，都會被主腦抽走90%。現在明白了吧？你以為你是主宰，其實不過是主腦的提線木偶罷了。先撤，把他們帶到廢墟集市下層去安置。哪來的碗？门口廢品堆裡翻的，洗過了。當年我被噬魂蟲控制的時候，也在賭場裡替主腦拉過人。張富貴做的那些事，簽契約、綁項圈、給幻覺等抽乾，我全都做過。有一天晚上，有一個老頭，他簽完契約之後抬起頭看了我一眼，他說：“姑娘，你眼睛這麼亮，怎麼幹這種事？”我當時手指在替他按相卡的扣，感覺自己好殘忍，但我的手還是按下去了。沒關係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。這次我們拉的是給主腦送葬的隊伍。什麼動靜？等等，怎麼回事？你別燒啊！完了，全
全完了。他的面板在计算科明兑换的冷却时间，下一次可兑换窗口在凌晨3更整。3更，来得及。你盯着他，我去断他的线。走过路过不要錯過，氣運翻倍，改變命運的機會就在眼前。搞定了，3家的网都断了。从今天開始，會有更多人知道有個沒有系統的惡鬼專拔系統網線。怎么回事？以前没發生過這種情況吧？沒有，看他的樣子，像在吸。難道永恆之花能吸收系統碎片的殘留能量？如果有更大的碎片，安裝程序已經鋪到底層了。你能吸收碎片提升續航是好事，但現在不是考慮續航的時候。我們已經被盯上了。那盞燈閃爍頻率跟其他燈不一樣。撤，不能回原來的地方。怎麼樣？暗裝掃描頻率在加速，它每一次掃過我的傷疤，都會產生微弱的回響。它在不斷縮小搜索範圍。能判斷出它的掃描半徑嗎？它的覆蓋範圍已經從公開區延伸到了廢墟集市邊緣。如果我們再在這個區域內活動，3到5次之內，就會被它的掃描波紋鎖定具體位置。大規模釣魚必須停止，暫時轉入地下蟄伏。如果安抓的目標是掃描零數據特徵的生命體，那只需要一個足夠大的虛假信號出現在另一個方向，它的鎖定就會被拉走。什麼意思？永恆之花在高維環境下的能量底噪和主腦系統能量底噪高度相似。如果我在底層集市中心釋放一次大範圍的綠光脈衝，暗裝會判定那是系統能量洩漏，它的掃描方向會被吸引過去。你上次催動永恆花禁咒之後，昏迷了一整天。我是不死之身，但你和青哥不是。當初你跪在血池邊上的時候，我想的是，如果我再多撐一息，你就能多走一步。現在也是一樣，我在集市中心釋放綠光，你們去斷暗裝的網線，我釋放完了就撤。答應我，你釋放完脈衝之後，一定要立刻撤回來。那我說一下路線和計劃。第一條路從管道出發，穿過集市東側廢墟到達中央廣場。第二條從中央廣場側翼繞向暗裝通訊端口所在的中箭塔。第三條從中央廣場西側潛入底層廢棄能源輸凝，進而釋放綠光後，沿東側路線撤到舊水塔2層等我們。青哥從側翼接近中箭塔，通訊端口在塔基北面半埋式接口艙裡，外面有一道數據鎖。你切磚口之後沿南側通風井撤出，不要停留。我進輸球之後把能源底板物理短路，能源斷了，暗裝就斷了功能。通訊和功能同時斷，它活不過3秒。有問題嗎？如果在切通訊端口的時候觸發了數據繁重，接口艙可能會短暫閉合，我可能需要多幾息脫身。我經過中箭塔西側時，如果感知到異常，會先破開防禦再進樞紐。你最多撐20分鐘。夠了。走。來吧。
功了吗？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端口断了，反冲多花了几息，但处理掉了。撤，先退出结界范围。秩序巡检期间，停止一切异常数据操作，违规者立即清洗。宿主编号0713，系統面板持續報錯3次，未按規程上報，判定為潛在秩序威脅，執行清洗。这個監察長的手段很高明，他完全不依賴系統面板，而是把意識直接接入主腦網絡，他自己就是一個終端接口。他胸口的能量陣是噬魂殿主類似架構的終極進階版，來維持自身運轉的獨立體。但監察室不需要掠奪，它本身就是主腦網絡中的一個節點，它的能量直接來自主腦總控的持續供應。它周圍那層藍色的光不是護盾，是邏輯禁域。任何帶有系統數據特徵的生命體靠近到一定範圍，都會被那層藍光認定為異常數據，並直接清除。他那個邏輯禁域對我這個零數據凡人來說，就是一堵空氣牆。他那個邏輯禁域對我無效，但對你和靜兒有效。靠近他之前，必須先引開他的注意力，讓他把禁域的覆蓋方向從我們這邊移開。他在戰船內時，禁域的覆蓋半徑最小，大約10步。但他離開戰船進入公開區巡檢時，禁域半徑會擴張到30步以上。他剛才在廣場中央站了20分鐘，禁域覆蓋了整片廣場。如果能讓他懷疑系統網絡內部出現了漏洞，他可能會把注意力從地面巡查轉移到數據分析上。我們需要一節面板碎片來混淆他們的視聽。好，我們就用碎片給他製造一個假目標。之前在粉碎其他宿主面板的時候，我留下了一些碎片，待會兒我會想辦法把其中一塊放出去。好。底層試煉層區域疑似出現物理信息源干擾，無法歸類、無法追溯、無法解析，建議啟動1級數據回溯掃描。碎片被收進戰船了。我在遠處看到解析台的光亮起，他們掃描了2次，應該都沒有結果。他上傳報告了，我感覺得到。我要的就是他上傳報告。一個無法解析的物件被寫入底層日誌，主腦的網絡會有一瞬間對這片區域產生微弱的關注偏移。我們現在就得走，他的關注偏移窗口期最多24小時。24小時，夠我們穿過底層到中層的間隙了。但你還有通行權限嗎？主腦系統裡有一個協議漏洞，以外邊任務執行者身份登記的邊外人員，在任務期間不會被主動掃描。昨晚我已經用舊任務編號生成了一個新的外邊身份憑證，只要不被實時深度掃描，這道憑證能用1次，過閘口夠用了。好，那我們就出發吧。邊外人員通行權限。系統崩潰後的底層殘骸數據採樣任務，需要取樣員和輔助看護各1名。通行者，沒有綁定面板的凡人，不會對中層網絡產生數據負載。通過，大門將在5秒後開啟。
你杀掉的昊天，只是主脑写的一个副本程序。真正的昊天，肯定还躺在这个中层的某个数据备份仓库里。数据备份仓库在哪个方向？西侧那片圆顶建筑就是中层的数据备份倉庫，底層被格式化的位面殘片和系統操作日記，大部分都存放在那裡。你確定要進去？對，我有預感，這一下離我們很近了。有小刺。這裡有能量殘留，不是系統碎片的那種底噪，是很舊的東西，像是被密封了很長時間之後，又在某個時刻被短暫釋放過的痕跡。臨戰與蘇瑤，目標血脈，純度確認完成。噬魂殿抓走你父母之後，一直沒能用系統直接控制他們，他們只能被物理關押、物理看守、物理折磨。現在我們知道原因了，不是因為噬魂殿不想，是因為他們做不到。你的父母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經把這種體質傳給了你。我爹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。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，噬魂殿主也是在最後一刻才上傳這條記錄的，那時候血池已經要關了。這份文件沒有被分發，只留在了備份倉庫裡。你父母的體質不是個例。主腦的系統工藝對擁有這種血脈基因的人完全無效。你的 bug 體質不是外掛附贈的，是你自己的基因結構。你的父母把它留給了你。警告：未授權訪問，啟動物理封存協議。有人遠程激活了倉庫的管理系統，閘門在關閉，我們被困在裡面了。物理封存協議已啟動，倉庫內部將在300息內進入真空狀態。建議所有未授權人員原地待命，等待外部處理。通風管道內壁有屏蔽圖蒙。我的劍能撬開柵欄，但進不去。我的身體有數據殘留特徵，進去就會被圖蒙反射的掃描信號識別。而且這種圖蒙能把永恆之花的綠光阻斷，就算進而跟進去也無法維持生命體徵。空氣被抽走的速度太快，我只能延緩，不能阻止。我們最多還有20分鐘時間。純物理重壓門，上下2道鉸鏈卡齒咬合，沒有數據附着。沒有遠程鎖定，只要能把卡齒從齒輪槽裡撬出來，門就能推開一道縫。秦哥，你的劍插進卡齒和齒輪之間的縫隙裡，卡住齒輪，防止回彈。我壓槓桿的時候，齒輪會被卡齒帶動，劍身會承受很大的橫向力。如果劍斷了，我的劍不會斷，不會斷。給我一點空氣，還有一層，秦哥，別鬆手。沒走。希爾先過，秦哥跟在我後面。永恆之花的爆發餘波被中層區域另一處系統節點捕捉到了，它正在反向追蹤脈衝的落點。
主腦通過剛才那道節點反饋鎖定了永恆花的能量特徵，中層管理馬上全面收緊，所有宿主被要求開啟面板，全程公開監視。我們快從邊緣撤離。那边是什么区域？中层贫民窟，高维系统宿主里混得最差的一批，气运不足，系統半殘，被主腦判定為低效運營宿主後逐出核心區域的人。那好，我們就去那兒。舊版系統協議接口，主腦網絡已經不再主動監控這種舊接口數據，用這個接口能進行短暫的離線通信，不會被追蹤到具體位置。靜兒，你怎麼了？心口那道傷在疼。應該是永恆花暴露的緣故。你在這裡歇一下。青哥看着舊接口，我守門口。于峰，你別總是自己扛，有我呢。我知道，睡吧。那個舊接口能發出求救信號嗎？不需要被回應，只需要讓主腦的網絡認為我們已經被中層宿主圍殺了。能偽造。舊版協議的數據格式與主腦當前系統不匹配，但可以偽造一段系統殘骸數據。只要主腦的檢測程序掃到它，會判定為目標已被清除。那就這樣，得把主腦的視線從他身上移開。高仿真的戰鬥殘骸日記已經上傳，包含碎裂面板的碎片特徵、系統崩潰時的數據底造模擬，以及3組被標記為生命特徵消失的檔案編號。只要他判定檔案編號對應的生命特徵已消失，永恆花的鎖定就會被解除。判定通過，主腦的檢測程序已經把你們標記為已清除。現在主腦網絡認為這支小隊已經不存在了，你檔案編號的狀態由活躍變為已消亡。但他們還沒有走，戰船的位置比之前更近了。看來監察室對主腦程序的判斷不完全信任，他可能在等我們露出破綻。如果他在明早之前沒有掃描到任何生命特徵，他會傾向於相信數據包，但他在這個距離上持續觀察，本身就是一種懷疑。他需要看到證據才會相信。如果他找不到我，會一直保持懷疑，那我就以一個精神失常的拾荒者的身份出現在掃描邊緣，然後消失，這樣就能徹底打消他的疑慮。如果你以拾荒者的姿態出現在他的視野裡，他會認為那只是一個被底層數據污染的假陽性。對，我要讓他自己得出這個結論。你受傷了？沒事，只是為了偽裝自己劃了2刀。你知道嗎？每次看到你身上的傷，我總會想起你被昊天波劍骨的時候，肯定很疼吧？現在有你給我包傷口，已經不疼了。那你放心，以後你的身邊都會有我。零數據者怎麼可能在禁域中存活這麼久？